當專家將倒扣的古碗翻開後，驚訝的一幕閃現在考古人員視野當中，頓時工作人叫了起來。萬萬沒想到，碗裡居然盤着一團細細長長、淡黃色條狀物，這可把在場的考古人員嚇出一身冷汗。而考古人員還在為黃色物體思索的時候，不遠處竟然出現了更加令人震驚的一幕。就在不遠處，突然出現了各種蜷縮姿態的人體骨架，有女人抱着孩子，也有头蓋骨和身體分離的，這也引發了專家的高度重視。那麼黃色物體和離奇的尸骨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保持你的好奇心，我們點個關注，點個讚。接着往下看，在一次考古活動中，一個意外的發現讓在场考古队的所有成员都不約而同地驚掉了下巴。4000年之前，一個看似普普通通的泥碗裡面居然放置着類似麵條的物品。在拿捏不準主意後，考古隊通過實驗室的相關檢測設備檢測出該類似麵條的物品的確存在和現代麵條一樣的成分。這個發現讓那一次考古活動中的所有人都不得不驚呼，麵條的發源地的確起源於中國。此外，這座墓葬的14具屍骨，其慘烈的程度更是驚呆了考古隊，其中有母子相擁的，有多人堆積在一起的。那麼青海省海東市官亭镇喇家村的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上，究竟發生過什麼？那一次的相關考古還得從上世紀的70年代開始說起。因為在當地村民的建房子過程中，因為意外的取土，出現了不少古物，甚至還包括珍貴的玉璧。當然，當時的人壓根不認識這是玉璧，甚至把玉璧當作是家裡孩子的玩具。時間也就來到了上世紀的80年代，當時全國正在进行浩浩蕩蕩的第2次全國文物普查。當相關的調查組來到喇家村的時候，發現當地的土地裡面有很多的陶瓷碎片。經過相關的前期考古發掘，相關人員確定這片土地上面的先民以及背後的文化主要屬於齊家文化的相關範圍。目前齊家文化距離現在已經有4300年的歷史。經過10年的前期摸排，相關的考古工作開始了。而就在剛刚開始發掘之後，相關的考古队就在位於喇家村的村子中央挖到了一條巨大的壕溝。而從這條壕溝的遺址判斷，當時聚居在這裡的先民規模頗大。之後在這條壕溝的附近，青海省考古隊就另外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那就是在這附近，考古隊挖出了大量的屍骨。從屍骨倒地的走向來看，這些屍骨似乎是被草草地丟在這裡。隨後的一個情況更讓考古隊震驚，只見在這壕溝附近一堆屍骨裡面，考古隊發現其中有青少年和婦人，其中的姿勢有匍匐，有倒地，並且還在一具屍骸裡面發現了一具抱在懷裡的嬰孩的屍骨。從客觀的考古發掘的現場情況來看，這是一個突發的死亡現場。在排除了當時存在的活人獻祭的情況後，考古隊認為這個部落遭遇到突發的自然災害的情況可能性比較大。很快，一條巨大的裂縫印證了相關的判斷。那麼是什麼樣的地質災害造成了現場的情況？在請教了相關的專家後，首先根據考古情況可以確定的是，喇家村的先民首先遭遇了大地震。房倒屋塌的时候，當時的人逃不出居住的房子。此後在地震結束的時候，因為地震的關係，後續引發的山洪徹徹底底的葬送了喇家村遺址的先民們。在調查完相關的原因之後，在這條壕溝附近又有個驚人的發現。清理完土層之後，考古隊發現了一隻陶碗，並且呈現倒扣的狀態。在考古隊慢慢地将陶碗揭開的時候，讓人沒想到的是，在陶碗下面居然有着像卷曲面條一樣的事物。根據正常的歷史和認知，所有人都不太相信
4000年之前的面條，難不成還能保存到現在？為了解開相關的謎題，在場的考古隊小心翼翼地清理保存好這些像面條一樣的物體，並且寄送到位於北京的中國科學院進行檢驗。在檢驗的結果出來之後，所有人再次被震驚，因為經過科學細緻的化驗，證實這些和面條一樣的物質，相關的成分的確是小米，的確也符合面條制作的原料。那麼，從相關的原材料來看，這碗面條的出現，很有可能就表示當時的先民已經可以大規模的制作和使用小麥粉制作的面點了。因為無論是從精細程度，還是相關的口感來看，米粉制作的食物肯定是遠遠的超過麥粉制作的食物。作為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存在的面條，其起源地的由来一直存在着爭議。但是在青海地区這碗特殊面條發現之後，相關的爭論終於塵埃落地。由此也可以側面的表示，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並不是一句空話。我們中華民族在這方面的追求，甚至可以追溯到可能連文字都不存在的時代。而喇家村這片神奇的土地，基於考古隊的驚喜還不止於此。在面條發現地不遠處，考古隊發現了一把精雕細刻的大玉刀，並且這把玉刀最薄的地方甚至只有幾毫米，而這個幾毫米的制作要求，放到現在也是一個比較難的工藝和手續。此外，在喇家村遺址上還發現了一片隨葬大量精美陪葬物的貴族高等級墓葬，以及一座祭壇的遺址。從這些事物我們也可以側面看出，當時的齊家文化雖然位於相對偏遠青海地區，但是當時的文化以及社會的發展和中原地区当时的社會風貌基本保持着同步一致的發展軌跡。最主要的是，那一碗倒扣的面條，無論是從材料還是狀態來看，都是一個驚世駭俗的發現，並且這碗面條更是為中國式面條最早的發源地提供了有力而且結實的核心基礎以及物證。那你覺得當時的面條跟現在的面條有多大的區別呢？